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Lisa 老师，又到了我们绘画的时间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画的画呢，是这一幅很可爱、很好玩的创意叠叠乐。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啦，上一节的那个小怪物叠叠乐线描的那个我已经学过了，为什么要再学一幅呢？这一幅跟上一幅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上一节课呢，主要是让大家体会一个线条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是让大家认识色彩，从色彩当中，去体会这个你整个画面的整个协调和配合。同时呢，我们中间也会讲到一些色彩的基础知识。这幅画呢，不需要勾线，也不需要打草稿了，就是直接会用到我们的马克笔。你家里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，12色的、24色的都 OK。当然，颜色越多的话，你的选择会你的色彩选择会更多，你的画面效果会更好。那么推荐大家用颜色多一点的这个马克笔，用到马克笔。另外呢，会用到这个黑色勾线笔去画眼球的部分。绘画眼球的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个高光笔，这个可有可无哈。如果你家里有，你就用；没有的话，这步可以省略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绘画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试一下同类色的叠加。怎么去试呢？首先就是你选一个浅一点颜色的蓝，再选一个深一点颜色的蓝。然后我们去这个蓝的色彩倾向不用太考虑哈，比如这是偏绿色的蓝，这是更蓝的蓝，这个无所谓，只要深浅分开就 OK。那么我们先去画第一个小怪物，就是从左往右，你就随便的画就可以。比如这个比较简单，我就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像小门洞一样的 N。 好，我们用扁头的这边填色比较方便，就给它画完了。然后你这时候呢，用深一点颜色的蓝，这个颜色大家根据自己马克笔里面有的颜色去选择，不需要跟我一模一样哈。然后我们这时候要去画眼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么我们就画一个眼睛。可以看到这个在浅蓝色上面叠加深色的蓝，深色的蓝也是可以显示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们再给这个小怪兽加一些别的花纹呀、斑点啊。我这里加的是斑点，大家可以加其他的你喜欢的东西，一些乱刺儿啊，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哈，都可以。然后加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别忘了给它加一个，把我的画面往上推一下，加一个眼睛。眼睛可以不在正中间，可以靠右上的部分。好，这样加一只眼睛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选黄色的同类色。同类色是什么呢？先选一个浅黄色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选一个深黄色。如果你觉得深黄色不够深，那你可以选一个偏橘色的这个黄色。然后我们再去画黄色。这个图形呢，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头人，那你就画一个双头人，对不对？它有2个头，对不对？发挥想象力，然后你的线条呢，要尽量的是柔和的。如果你这个图形的线条第一遍画的不够完美，你可以用比较细的这个边哈，再去给它勾勒一遍。这个你随便勾勒到你满意为止。这样的画法呢，
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什么时候画错了，你就把它给框进去，变成你形状的一部分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同样是用到了这个深一点的同类色，然后去画它的眼睛，画它的眼睛，然后你可以发挥想象，这儿一只，这儿一只，或者这儿一只，这儿两只，对不对？都是可以的。那我就在这儿画一只大的眼睛。甚至呀，有的人他可以画一排眼睛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在你的画面里面，只要你喜欢，而且你的画面和谐统一，那么就是 OK 的。好，我就在这儿画了一只眼睛，这儿画两只眼睛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样呢，我们给它画上眼球，黑眼球。这边呢，靠这儿一点。好，画完了。画完了，我们再来一个粉色，选一个浅粉色。那么深一点的，我就选一个红色好了，对不对？它们两个都是这个，实际上它都是红色系的，只不过粉色更浅一点。这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画一个什么呢？我画一个很细长的，哎，这个形状的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就是随便的画，随便的画。然后处理边缘的时候呢，要尽量的小心一点。然后用宽头平涂完毕以后，细头这边呢，可以小心的去处理一下边缘，这样我们的画面更精美，然后你的完成度才会显得更高。细节决定成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呢，还是给它画眼睛。画一个什么样的眼睛呢？我的眼睛也可以不只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圆的，那么我们用什么形状呢？让我想一下啊，我就随便画这样的形状，可不可以？我认为是可以的。当你问可不可以的时候，答案都是可以的哈。你说老师，我可不可以给它加一个睫毛呀？可以。甚至你可不可以给它加一个眼袋呀？可以。你想到了你就去画出来。然后里面的眼球呢，我让它是一个椭圆形的。好，这样就画完了，很简单，然后又很出效果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没有画绿色，就试一试，还是老规矩，浅绿色，然后你再选一个深绿色，你可以对比稍微大一点，也可以小一点，随意，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我们画成什么形状呢？那就我想让它扁扁的，然后有两个触角，对不对？像青蛙一样，那你就画两个触角就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垫子已经被画的很脏了哈，被画的很脏了，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个垫子，这样的话，你作画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一些，不然你总是担心要把下面的桌子给弄脏。我之前买的是一个宜家的垫子，也很好用，然后就被用的非常脏，然后我就换成了这种。
这种应该网上说是切割垫吧，切割垫。然后用深绿色画眼睛。那么我觉得他的眼睛可以在这儿吧？对，这可以是触角，也可以是眼睛。然后我想让他眼睛大一点，给边缘留的缝隙小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过程呢很好玩，画画就是个玩儿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在教画画，大家也不是在学画画，我们是在一起玩这个画画。然后眼球呢，你就可以让它斗鸡眼小一点，根据你自己的想法，每个人内心的小怪物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底下呢稍微有一点空，对不对？稍微有一点空，那么你可以拿出刚才的同类色，我们因为这一层是同类色，那么你就随便的给它加一些斑点好了，想怎么加怎么加。我就是想到了这么加，我就这么加了。布局的时候呢，尽量的让它有一些美感在里面，散落一些。可能你不喜欢我这种装饰，你喜欢别的装饰，那么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画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想让它有一个大肚皮吧，像一个大肚皮一样。大家不一定画出来的跟我一样哈，就是我强调的是，我对大家的思路仅仅是一个打开。那么你在具体画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手和你的脑子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按照你的想法来。那么第一层我们画完了，第一层我用的是什么呢？第一层我用的是不是这个同类色？同类色就是一个浅一点的颜色打底，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去画它里面的装饰。那么第二层我要用到什么？第二层我要用到的是叠色。怎么去叠呢？怎么去叠呢？首先我们把绿色挪过来，挪到左边哈，挪到左边，因为挪到这边它会融在一起，我就挪在左边画一个小怪物。画一个什么样的小怪物呢？就普通一点，没有想法就普通一点。这个边缘的处理可以用马克笔剪比较细的这一头啊。好，我这里要用到的是叠色，叠色就牵扯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颜色的调和，对不对？颜色的调和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颜色不是也可以直接出现，它也是可以通过调和的方式来出现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给大家调和一个蓝色，看一看
看一看调和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。这个蓝色呢是刚才这个蓝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它画在绿色上面的颜色，是不是叠加以后跟这个蓝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颜色？它更偏向绿色，那么它就跟底下的这个绿色做了一个调和。如果大家接触过水粉的话，就明白这个调色的原理。然后呢，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，马克笔竟然也可以调色。对，马克笔也可以调色。然后给这个小怪物呢，我再给它加一个东西，加一个，我选一个不太深的绿，给它这儿加点这种半圆形的装饰，想办法让它更特别一点，更有特点一点。你肯定有自己的办法，或者你不喜欢这种圆一点装饰，你也可以画成那种锯齿状的，对不对？更凶猛一些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用一个蓝色，还用刚才这个蓝色吧，它可以是一个3个头的怪物。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？边缘的处理啊，要格外的留心一些。里面的涂色呢，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涂，只要你把边缘处理好，这样你的画面呢才足够的精美。有一个头被挡住了，3个头，有一个头被挡住了。那么3个头的怪物就是画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这层要用到的是叠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个蓝色的图形里面，我们去叠加一个黄色。蓝色叠加黄色会变成什么颜色呢？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？你这时候心里有没有答案？如果有答案的话，说明基本的色彩知识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这个蓝色里面不止叠加黄色，我们还可以叠加红色，红黄蓝。红黄蓝是我们的3原色，对不对？红色、黄色和蓝色。这个基础知识一定要知道哈，它是我们的绘画叫什么？它是我们的绘画3原色。那么它是可以叠加的，红加上黄能变成什么颜色呢？这里我直接告诉大家，但是呢，在这幅画当中，我们都会去给大家试的。红加黄变成橙色，对不对？
黄加蓝变成什么颜色？如果你这边现在手边有马克笔，你可以找一张草稿纸试一下，黄加蓝变成绿色，那么红加蓝是不是也能有一个颜色的变化呢？红加蓝变的是紫色，紫色。那么这3种颜色呢，我们通常称之为间色。间色，这是我们色彩的最基本的知识。有人会问了，你把红、黄、蓝3个颜色都放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颜色？会变成什么颜色？红、黄、蓝3个都变在一起会变成一种很脏的灰色，它不是正常的灰色，是比较偏脏的灰色。那么它根据你每种颜色加的这个量的不同，比如红色加的比较多，它是偏暖的灰色。蓝色加比较多，它是偏冷的灰色。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讲解，我们只需要了解这种基础的配色知识就可以了。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点，什么叫对比色？红色和黄色和蓝色调和出来的这个绿色，对着红色就是对比色。那么在色彩的这个有一个色彩的这个调和板上面，红色和绿色是正好对着的，所以它叫对比色。那么橙色跟蓝色是对比色，黄色和紫色是对比色。大家可以直接去记忆就 OK， 用多了这些基础的配色知识，大家肯定是了然于心的。那么刚才说到蓝色加黄色等于绿色，蓝色加红色等于紫色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蓝色上试一试加黄色和红色。那么我先拿出来一支黄色的笔，在马克笔的调和上，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显色准确哈，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颜色是够了的。看涂出来是不是不是黄色，是绿色，偏绿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可以再涂一个。好，黄色我们试完了，这边试一试红色，还拿刚才这个红色哈。大家看，我用的是这个红色，是不是跟它完全不一样？这个黄色用的是这个黄色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那么大家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偏紫的。我刚才讲到，就是可能会有人说你这个颜色不是非常的紫，对，在马克笔的颜色色彩调和当中，这个显示并不是那么准确。但是呢，在今天这幅画当中，它能够帮助你理解就 OK 了。我想给它加一个睫毛，对不对？想加一个睫毛，你就加一个睫毛，还是眼球。好，再接着往下走，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用黄色来做一个调和，好不好？用黄色。先用黄色呢铺一个底，
然后我刚才说到，黄色加蓝色等于绿色，黄色加红色等于橙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试一下红色和蓝色在这个黄色上面的效果，看看有什么样神奇的反应哈，什么样神奇的反应？我们还用到刚才的蓝色，去画一个眼睛，还是这个蓝色。是不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，它现在就是绿色。一般情况下呢，在马克笔的使用当中，你的底色是浅色，那么颜色它的调和就比较容易。如果你的底色偏深的话，它就不容易调和。那么试完了蓝色，我们再往上加红色，就再加一个红色。黄加红，刚才说能变成什么？回忆一下。会变成橙色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马克笔的这个覆盖能力是很强的，所以它橙色的效果呢，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它相比这个颜色已经是变成了。那么我试试再给它加一遍黄色，看看效果。这黄色比较淡哈，比较淡。这个黄色完全的被这个红色吃掉了，它只是有一点的偏橘，对比这个就有一点偏橘，因为对于马克笔来说，它可能这个颜色红色覆盖力比较强，所以并不是很明显，这里呢，帮助大家去记忆和了解就 OK。画眼睛，可能会有人问你为什么只画眼睛啊？为什么不画嘴巴？当然你也可以画嘴巴，对不对？画嘴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我们再试一试，换一个红色哈，这次我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红色，看看能不能做出调色的效果啊。这个颜色有一点偏橘的那种红色，有点偏橘的红色。形状就随便画，可以看到红色跟这个很像，它是偏橘的，所以说刚才的红色实际上已经被黄色调的偏橘了，只不过不明显而已。这些颜色大家都可以去试哈，看看什么样是画出来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。好，画了一个红色。那么我刚才说到什么呢？红加黄等于橙色，红加蓝等于紫色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先试一下黄色，不一定能调出来啊，因为我刚才强调的，底色要是浅色，然后去往上叠加深的颜色才能显示出来。那么红色上面加黄色，它不一定能显示出来。我这里试一下，相当于我们一起试一下，对不对？画一个圈，果然非常的不明显。好，这个地方先放到这儿，然后我们试一试蓝色啊，
你看，蓝色叠加在红色上面，它是跟它正常的蓝色是不一样的，是有点偏紫的，但是这个紫有点脏，这个紫色有点不明显，有点像脏灰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般情况下，在我们的马克笔的使用当中，还是用浅色的底色去叠加深色的颜色在上面。那么给这个黄色刚才的部分，因为不明显，我直接把它盖掉，直接把它盖掉。好，去加眼睛。好，这层叠色也给大家介绍完了，有些可能不明显，有些比较明显，对不对？具体过程中大家可以自己去试。但是呢，在叠色的过程中，比如说像我这种把底色统一画完，然后往上去叠加马克笔的这个颜色，这种行为呢，我们尽量不要用到对比色。什么是对比色呢？比如你的底色是个红色，那你把它眼睛画成绿色，你直接叠上去会很脏。或者你的底色是黄色，你往上叠加紫色也会变得很脏。或者你的底色是蓝色，你去叠加橙色也会变脏，这种是尽量不要用到在马克笔里面的这个叠色，因为马克笔它没有遮盖性，它不能遮盖掉下面的颜色，是会透出下面的底色。当然，你要是用丙烯或者是用水粉颜料画的话，就随意，就可以随便的用哈。这个大家简单的记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随意发挥，就把这幅画给它画完。随意发挥就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现在进入随便画的阶段。那么你马克笔里面有的颜色呢，都可以用上，但是还是我们刚才的原则是不能变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原则呢？就是底色要尽量的浅，还是用到这个粉色。有点像五指山的感觉，这个小怪物你就随便画就 OK 了。然后到这种细节的地方就换个细头，慢慢的给它精雕细琢一下。怎么样画的最快最好？大家根据自己的节奏来。这节课呢，因为给大家插入了一个色彩的基本小知识，所以呢，讲的稍微的有一点点慢哈。是不是有一点像一个五指山？那我就想象它是一个五指山好了。边缘处理的圆滑一点，然后呢，它的上面可以去叠一个紫色，深一点的颜色就 OK。这个眼睛也可以是长椭圆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像指纹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小怪物就像手指怪物一样。
还有脚趾怪物，甚至还可以有鼻子怪物。你可以根据身边的任何物体去做联想，眼睛呢，可以都在上面，也可以上上下下。刚才黄色用到了2个，那么我刚才好像2个都用的是这个浅黄色，我用一个深一点的黄色，让我的画面更丰富一些。我想让我的画面更丰富。细腰黄色，那你就让它的腰尽量的细，可以比我这个再细一点，更夸张一点，越夸张越好看。其实有的同学呢，他想象力很丰富，对不对？他在一边画的时候，就一边会编故事。比如这是一个怪物，怎么打仗呀，或者什么的，或者是外星人之类的这种故事。诶，你这个时候就心里可以边想着自己去编一个情节，边去画，也是很 OK 的。OK 的，一定是画面效果也会非常的赞。然后呢，这个用一个棕色去叠加，给它加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头发吧，帽子、头发都 OK。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我就想这么加，那你就这么加。眼睛呢，一个大一个小，终于有2个眼睛的怪物。画眼球，一个上，一个下。好，再接着往这边画。那么该用到什么颜色呢？可以用到绿色，换一个绿，换一个绿。拿不准颜色的时候，可以在旁边试一下哈，试一下。OK。区域的大小随意哈，你可以都画成大怪物，也可以错落有致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推荐大家大小都画，这样你的画面才富有变化，更有特点，就是让人抓不透。怎么样有创意呢？怎么样有想象力呢？就是你得让人琢磨不透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看电视，一下猜到下一集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兴趣看？就让猜不透。可以用一个深蓝色去画它的眼睛，在浅色上面叠加深色，对不对？给它画一个睫毛，眼球，
好，再接着画，再接着画下去，那我就看有什么颜色，大胆的用。大家填色的时候，这个区域有红色，你看它能够跟红色和黄色接壤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用这个同类的颜色了，它会吃进去，你的怪物就要糊成一片了，一定要让它们一个一个的能够区分开。深蓝色。小眼睛，画一排小眼睛，还可以给小眼睛加一个框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画法，根据大家以往交的作业啊，就是发现大家的想象力真的是大大的超出我的预期，想象力非常的棒。我这是正儿八经的3头怪物。大面积的颜色涂完，里面的还是用细头来处理。然后我让它用到一个红眼睛，红眼睛。然后是眼球，上下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红色很好看哈，我就再给它用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红色很漂亮，那么你可以重复的去用。画一个什么呢？画一只眼的怪物吧。画一个一只眼的，我好像还没有画过一只眼的。诶，那一只眼在这里。
好，画完了，往里面叠加深红色，旁边试一下颜色，好像不够深，有没有再深的红色呢？找一找。好像没有更深的红色，那么你就红色配一个紫色吧，紫色深一点。如果你有更深的红色，也可以去加红色。上面3只眼，上面1只睁着的，下面2只闭着的。是不是这样也可以？大大的眼球，然后接下来部分就是大家接着把它画完就行了。因为时间原因呢，我就直接给大家展示画好的画面。好了，我这幅画就基本上是画完了。别忘了上面不要画的太满，要有一定程度的留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还要怎么样呀？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。大家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签名哈，设计一个自己的签名。如果你有高光笔呢，家里有这种高光笔，那么你可以试着呢去加一些，给黑眼球上加一些高光。当然这一步不是必须加的哈，就是如果你有你就加一下，它会对画面整体呢有一个提亮的效果，眼睛会更加的有神。如果你没有呢，这步也可以跳过不加。好，我就大概的加几个，不需要所有的都加哈。基本上是差不多了。特别有一些比较暗的颜色，就给它加一下，提亮的效果非常的明显，立竿见影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再加2个。好，加完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幅画就画完了。这节课呢稍微有一点长，但是呢，相信大家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。那么我们非常漂亮的一幅作品就完成了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